凯特，最近饭煮好，别立刻叫我打算吃冷饭。你想吃抗性淀粉哦？对呀，看看能不能多瘦一点。只怕达不到你的预期哦。为什么？大家不是都说抗性淀粉有利减肥吗？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研究做起来结果还是非常分歧耶。是哦，那不然你今天就讲讲抗性淀粉好了。既然可以填饱肚子，又难以消化，怎么可能不会有利于减肥？没错，抗性淀粉是不能消化的淀粉。淀粉依据好不好消化分成3种，分别是快速消化淀粉、缓慢消化淀粉跟抗性淀粉。快速消化淀粉可以在20分钟以内透过酵素消化分解成葡萄糖，这是高升糖的食物中所含有的淀粉，可以造成胰岛素快速分泌。这种淀粉因为容易造成血糖波动，会导致胰岛素促进细胞抓取脂肪酸合成脂肪，所以不利于减肥。像面包、马铃薯、白饭里面就含有比例比较高的快速消化淀粉。而缓慢消化淀粉则是指20分钟到120分钟才能够透过酵素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的淀粉，它所造成的血糖波动比较小，通常是富含膳食纤维且未经过多重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含有较高的缓慢消化淀粉。像燕麦、地瓜这些就含有比例比较高的缓慢消化淀粉，因此它们的升糖指数也就比较低，有助于平稳血糖。最后，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的观念是1982年被提出来的，是指在小肠中120分钟以内无法被消化的淀粉，而以原来的形状进入结肠，并在那里成为肠道微生物的食物，最后被菌种消化成短链脂肪酸。这跟膳食纤维的特性很像，所以有的科学家还把抗性淀粉归到膳食纤维那一类呢。都可以喂养菌种产生短链脂肪酸了，怎么可能不利减重？我记得我们在讲膳食纤维那一集就提到短链脂肪酸对减肥很有帮助。我不是说不利于减重，而是说研究结果并不像科学家预期的那样，每个人多吃了抗性淀粉都真的能够减轻体重。在说明这些研究以前，我们先来说一下，其实目前抗性淀粉还分成5种哦，而我们常常说的冷饭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种，叫做回升淀粉，也就是第3类的抗性淀粉。淀粉在煮熟后，原本的结晶形态会吸水膨胀，变成非结晶形态，这就是所谓淀粉的糊化。这时候如果放冷，这些非结晶形态的淀粉链会重新排列，变成新的结晶结构，这个过程就叫做回升，也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所认知的抗性淀粉。而它其实只是抗性淀粉中的一类，像煮熟的马铃薯冷却、冰地瓜、隔夜饭、寿司等等。此外，吐司面包买回来放在冷冻库，等要吃的时候再烤熟来吃，也能增加吐司面包的抗性淀粉哦。可是这些抗性淀粉经过重新加热，难道不会破坏它们的抗性吗？回升淀粉经过再次加热，有一部分会糊化，变得更容易让人体吸收，但依然可以保留部分抗性淀粉，甚至可以让一部分抗性淀粉更稳定。所以炒隔夜饭跟烤冷冻吐司还可以留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不过较低温度的加温及缩短加热时间都可以留下更多的抗性淀粉哦。另外，其实还有一类食物本身就富含抗性淀粉，不管你怎么煮，它都会有一定的淀粉无法被人体吸收，像一些种子跟豆类食物，因为它部分的淀粉是藏在细胞壁里面，消化酶无法水解细胞壁里面的淀粉。粗磨或全谷类食物多半含有这些抗性淀粉，其实也就是许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抗性淀粉通常也比较多，因为膳食纤维多是由细胞壁所构成的，像燕麦、绿豆、红豆、糙米、玉米这些都是第1类的抗性淀粉，而燕麦粒跟稻米就是植物的种子了。另外还有一类的抗性淀粉，它们的淀粉颗粒在生的时候不容易被消化，像生的马铃薯或未成熟的香蕉。这一类的抗性淀粉中，马铃薯我们是不可能去生吃，因为生的马铃薯含有茄碱这种毒素，就是马铃薯发芽产生的那种毒，只是平常毒素量只有发芽时候的1/5，要不然马铃薯生的时候约有70%的抗性淀粉，只可惜我们不能生吃它。另外像香蕉，生的时候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吃得下去，所以这第2类的抗性淀粉也就可望不可及了。那还有另外2种呢？我们所知道的抗性淀粉不是都包括在前3类了吗？
最后2类抗性淀粉都是经过人工修饰的，这是属于食品加工业，是厂商希望利用人工修饰的抗性淀粉来生产一些低热量的食品，可以从食品标签看出来有没有标注抗性淀粉或 RS4、RS5 等字样。这我倒没注意过，下次可以仔细看一下。不过要吃抗性淀粉还是吃天然的比较好，大家想吃抗性淀粉可以选择第1类跟第3类的抗性淀粉。我们刚讲过，抗性淀粉是无法被消化的淀粉，所以根据理论，抗性淀粉越多就越无法造成血糖波动，因为它根本无法被分解成葡萄糖，却可以造成饱腹感，这不是再好不过了吗？而更重要的是，它们以原来的形状进入结肠，并在那里成为肠道微生物的食物，还可以被菌种消化成短链脂肪酸，像丙酸、乙酸、丁酸这些，这几乎等同于膳食纤维的功能了。难怪有科学家会把它列为膳食纤维的一类。我们在膳食纤维那集讲过，短链脂肪酸能够透过活化或抑制能量代谢中的酶，来促进脂肪酸的氧化及抑制脂肪的合成，借以帮助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脂肪消耗效率，也能够透过活化受体或转录因子及刺激激素来提高瘦素的分泌，而让食欲得到压制。要知道，瘦素是我们之所以有饱腹感的重要激素之一。另外，短链脂肪酸还可以透过增加胰岛素受体的表达，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跟葡萄糖代谢。所以照理来讲，抗性淀粉能够帮助减肥，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实际研究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怎么说？难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吗？感觉上它对体重影响有限，但反而在血糖上的影响比较大。我们来看一篇2022年由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他们针对抗性淀粉对肥胖及代谢的影响做出会诊分析。从2000年到2019年之间，他们选出11篇经过同行审查的文献，在整理研究之后指出，抗性淀粉摄取量对体重跟身体组成没有直接影响。关于其减少能量的摄取、增加饱足感以及改善血脂效果的证据并不一致。抗性淀粉摄取对多种血液生物标记的有益影响得到了支持，表明其在血糖稳态、胰岛素敏感性跟肠道激素浓度中的调节作用。所以看起来还是血糖上的影响比较明显哦。既然能够改善血糖，为何不能减肥呢？这很奇怪。我猜这可能出在量的问题，因为抗性淀粉毕竟含量都有限，像100克的燕麦只含 3.6% 的抗性淀粉，而一碗白饭、冷饭跟热饭所差的热量也不过2大卡，因为热饭的抗性淀粉含量约是 0.64 克，等到变冷后，抗性淀粉只增加到 1.3 克左右，所以即便抗性淀粉热量低，但因为我们吃下抗性淀粉的同时，也吃下很多的快速消化淀粉，所以我猜抗性淀粉能够因为冷却或食物所含的量而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但能够降低的热量却十分的少，所以对减肥的帮助也就不明显了。而抗性淀粉不只可以降低食物的 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还可以增加食物的饱腹指数。我们饱腹指数那集有讲到，燕麦富含抗性淀粉是它之所以荣登饱腹指数第3名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食物中的抗性淀粉虽然所含的量非常有限，做出来研究在短期内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减重的效果，但其实在血糖上的调控上，只要有一点点的帮助，让血糖能够平稳一些，在增加饱足感上能够比其他食物有更长的饱腹时间，对于减肥来讲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食物在放冷的过程中要注意保存，否则会有食安的疑虑。另外，肠胃不好的人也要注意摄取，以免引起胀气哦。那么既然要吃抗性淀粉，干脆我们就来吃寿司吧，没有回温的问题，还能保有更多的抗性淀粉呢。